我这里提出一个与现在普遍流行的，就是有关这个逆反心理不太一样的观点。大家看有没有道理啊？我之所以提出来，我认为肯定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在整个我的教育实践中，运用这样的一个道理所衍生以及它衍生出来的这个方法呢，的教育结果就是，我亲手带过的上千名学生，就是这种吃住教育在一起的这种状态，上千名，没有一个在我的面前，在我们的那个环境下产生所谓的逆反的心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运用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对逆反心理的理解，以及由此所衍生出来的方法，所诞生出来的、所产生的一种结果。我这里提出这个观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大家所认为的那种逆反心理是根本不存在的。这话你乍听起来很多人本能的反应是会很吃惊，但事实确实如此。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呢，咱们就要首先搞清楚逆反心理这个词的含义。逆反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我们站在成人的立场上来谈论青少年的心理状态，这个立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理解，当我们说到逆反心理的时候，肯定是指孩子对我们成人的逆反，是指孩子们的思想行为与我们格格不入，是指他们不听我们的话，是他们对于我们要求他们如何做的一种反抗的心理。其实他们青年人只是没有我们成年人只是没有成年，没有掌握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他们没有权利说我们成年人和他们逆反，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假如这个世界是青年人掌握了话语权，而不是我们成年人，他们肯定要说我们成年人的行为为什么总是和他们逆反，所思所想总是和他们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叫你早上多睡会儿懒觉，你怎么就是非要早起？我让你娱乐的时候玩通宵，你为什么总是早早的睡觉？我让你走路的时候尽量跳着走，跑着走，尽量走马路沿子，对不对？但你为什么老是直着走，慢着走，慢慢腾腾的走，而且老是中规中矩的？你简直太逆反了太不像话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正因为此时主动的地位不同，角度不同，话语不同，一切都反过来了。所以我们成年人成了年轻人的逆反对象。这样说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双方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上来谈论同一个问题必然要产生的不同的结果。这为我们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儿童与儿童之间、青年与青年之间、成人与成人之间就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心理逆反的问题。这就是我讲的逆反心理的根本含义，它是一个本不该存在的错误的概念。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服大家接受我这样的观点。这里呢我就补充一句，我这个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我的教育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好，话说回来，就是非常巧就是说应该在20多年前曾经上映过一部片子，是由那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叫做《本杰明巴顿事件》。其实像30-50岁的咱们现在的家长呢，很多人对这个电影呢应该有一定的印象。这个电影所表现的内容呢，就很好的证明了我的这个观点，就是当我们人类从老年，这个电影就是说讲那个本杰明巴顿，他出生呢就是老人，他从老人开始往婴幼儿阶段成长，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整个影片中所反映的就是说他这个人类的一生呢，他的所思所想
以及以这个婴幼儿时代开始，我们的一生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电影表现的就是从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事件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大家有空的话看一下这部片子，非常的优秀。理解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所谓的青少年逆反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掉。那么我现在来讲一讲，要使孩子不产生所谓的逆反心理，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用具体的教育技巧。当然我这里边所说的教育技巧，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下我对我的那个教育体系的8个方面。其实运用这8个方面的教育呢，尽量使这个我们青少年的思想呢和我们的成年人的思想境界呢保持一致或者基本一致，这样双方对同样一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才能基本相同，双方的交流才能够比较畅通。就这么一个思想，就这么一个方法。具体呢，其实就是需要注意2点。一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回归到自己年轻时的思想状态，以那个时候我们所具有的这个我们家长所具有的思想与现在的他们交流。这时候我们就不用有意的强调要如何理解他们，因为此时当你的思想意识回到青年时候的时候，你青年时候的那些思想状态呢跟他们就非常的接近，你自然就理解了他们此时此刻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呢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呢就不会太苛求。二是运用我们那个成年人的智慧和能力，这点非常重要，将自己的孩子教育培养成为具备或者说部分具备我们成年人的思想意识的这种境界，也就是说使他的思想尽量成熟起来成熟起来就比较接近于我们成年人的思想。这时我们的孩子呢也就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家长对他们的教育的这些内容和想法。这同样也不需要我们过分强调孩子要如何理解我们大人对他们的要求。由于他们的思想意识的成熟和境界的提高，他们自然就能够理解家长的想法和要求。在这2种逐渐接近的这个基础上，适当的加入一些家长成长过程中的但孩子还没有经历的人生的感悟，来教育和影响他们。大家会发现呢，双方的交流会非常的愉快和通畅。由于我所从事的这个职业的关系有一些正处在叛逆期的孩子和我长期生活在一起。其实我前边已经讲到了，由于有了这种关于逆反心理的观点和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具体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我和他们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和愉快，他们常能将他们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在我眼里，他们并没有产生逆反，没有很多家长所头疼的那种逆反心理。只要我们善于观察，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交流得非常的流畅，根本不存在逆反心理的问题。究其根本的原因，无外乎他们或有意或无意的做到了上述的这种就是思想比较接近的这种状态。如果大家理解了这样的道理，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老是强调人和孩子要互相理解的这个问题如果不理解这个根本的道理，你就是再反复强调要互相理解，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对这个问题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只有理解了事物的本质，解决问题的方案才有效。这就是我给大家从原理上提出的一个解决孩子逆反心理的一个其实我认为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和原理。当然还有一些在解决的过程中比如说如何提升孩子的这个心理成熟度、思维成熟度，我们家长如何做到真正的去把自己的思维
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思维状态。这中间呢，会有一些更加具体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在以后我的这个视频中呢，我会逐渐的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感悟。请点赞、订阅、转发，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丁老师新的视频。